你即将坠入中国的精灵王国。神鸟翩然起舞，在林间闪现；巫师怒目圆睁，将妖魔喝退。神兽露头马身，欢腾跳跃。这是一处藏匿在西南又西南的地方，连云南人都未必足够了解它。它地处边境，又濒临澜沧江，因而得名云南临沧。魔幻还是神秘？临沧究竟是什么样？此花名为水晶兰，通体雪白，晶莹剔透，好似月光精灵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放大看，竟然是一朵朵兰花，它叫寿草，是世界上最小的兰花之一。小心，这个精灵汁液含有剧毒，如果碰到伤口，就会让你修为尽损，所以得名见血封喉。这些神奇的植物精灵为何都汇聚在临沧呢？让我们把时间推回数百万年前，横断山脉在西南大地轰然升起，山脉和河流一路向南延伸，直至北回归线，便是临沧。高山峡谷的切割，让原本跨越3600多公里的6个气候带，被直接压缩在2979米的垂直高度内，形成无数个小天地。低纬度和高海拔的稀有组合，让临沧的冬季不似其他横断山区那般高冷肃杀，夏季又比同纬度地区更加凉爽，是货真价实的四季如春。而大地之下一条条暗河、天坑和溶洞，又组成了一个地心秘境。4万年前冰期降临时，先民们正是借着这些洞穴，在原始森林中建立据点。随后一路向南迁徙，直到扩散到整个东南亚。更难得的是，临沧地处西南边境，长期远离外界纷扰，各种奇异的生命都有了生长的契机。这一小段木头，当它掉进水里，居然沉水了。这就是已知最硬最重的国产木材——铁力木。而中国唯一仅存的成片铁力木林就在临沧，当地人甚至认为，即便天荒地老，它也将长存不朽。还有它，你能听出它是谁吗？这是西黑冠长臂猿。这些在密林中穿梭的，就是亚洲象。而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——绿孔雀。此外，滇藏木兰、梭罗、伯乐树、苏铁蕨等珍稀物种，还有各种国家级保护动物纷纷在这里现身，在他们的王国里尽情吸收天地精华。而随着人类的到来，这些精灵们还将拥有另一重使命。传说佛祖身边有一种神鸟，人面鸟身，能歌善舞。雄鸟、雌鸟以歌声和舞蹈相守一生，忠贞不渝，共同守护着人间的美好。这就是云南非遗跟妈傣族的紧那罗舞。生活在精灵王国中，人们也更加敬仰天地，相信万物有灵，甚至扮演成他们祈祷祥瑞。于是，原本生于山野的精灵就这样走进了人们的生活，和10多个世居民族一起守护着一方天地。冲进水的傣族大多沿河而居，他们的衣裙舞姿摇摆如水，连建筑上也刻着水龙的图腾。但这还不够，
每年他们对水的情感会在这个节日推向极致。准备好了吗？欢迎来到泼水节，一起抛掉烦恼，尽情狂欢。而生于山野的佤族，则一切都炽热而野性。他们雕凿巨树，制成木鼓，鼓声一响，几天几夜都舞蹈不停。他们崇尚土地的黑和火焰的红，服饰则喜欢黑红搭配，就连肤色也以黝黑为荣。他们甚至用泥土互相涂黑，来传递祝福和勇气。越黑，就越被眷顾。他们还把洗头后甩干的动作变成黑发狂舞，奔放不羁。不仅如此，火驱散黑暗，被彝族守护；茶滋养世代，被布朗族敬奉；葫芦孕育生命，受到拉祜族的崇拜。而人类文明与万千生灵的同生同长，也终将释放出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神力。这是一棵修炼1000年的古茶树。它已经3200多岁了，足足比商纣王还要大100岁。茶族弟子如云，4000多万株古茶树浩浩荡荡地覆盖了40多万亩的山头，居然得以保存至今。而这些高大的乔木型茶树则可以长到20多米高。作为茶树的起源中心之一，独一无二的茶树资源让临沧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产茶市。甚至冰岛、西归、滇红这些顶级名茶也都出自临沧。一片片神奇的树叶就这样成为万千人杯中的精华。那么是什么让远古精灵积攒了几千年的神力得以彻底释放呢？是千百年来临沧先民靠着人背马驮，趟过气吞山河的澜沧江，翻过千里不绝的横断山，走出了一个澜沧江文明。是新中国成立后，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。但与此同时，人们依然敬畏天地，相信万物有灵，甚至吸引了更多外界的精灵来此展现神力。你猜这漫山遍野的是什么？是它，夏威夷果，也称澳洲坚果。20世纪90年代，当地为了发展，开始引种夏威夷果。没想到临沧四季如春的气候，居然让这个小小的外来坚果找到了沃土。于是魔法显灵，在临沧人民的努力下，当地的夏威夷果种植面积已达到全球的近40%。如果把它们装进直径1米的桶中，可以一直堆到空间站。如今临沧人可以自豪地说，这个果子不产自澳洲，也不产自夏威夷，而是中国云南临沧的土特产临沧坚果。那这个小红果你有认识吗？如果脱掉外衣呢？但即便每天都喝咖啡的人，或许也不知道，全国1/4的咖啡豆产量都来自临沧。如果把它们全部堆起来，将会是这样的场景。而且它们的品质也堪称咖界精品，多次代表中国队斩获冠军大奖。还有这些以及这些，都是临沧好物。这就是云南临沧，古老的原始森林，奇幻的天坑溶洞，辽阔的大江大河，共同孕育了万千精灵，在此生生不息。先民们将这些精灵化作信仰，创造出璀璨独特的民族文化。而当新的机遇到来，又让这片土地吐故纳新，持续释放神力。
最终，在横断山之中，澜沧江之畔诞生了一座独特的精灵王国。它会惊艳你的眼睛，吸引你的耳朵，征服你的舌尖。在这里，精灵无处不在，精灵就是生活。